中国的 TP500无人运输机成功首飞。该机设计上很有特色，而且呢还能用于军事。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据航空工业透露，6月18日，中国的 TP500无人运输机成功首飞。该机的设计很有特色，而且将来还有可能用于军事。由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研制的 TP500无人运输机完成了首飞。这款无人机可以满足500公斤级的标准载重，500公里半径范围内的无人驾驶航空货运覆盖，最大航程可达1800公里，是一款通用型的大载重无人运输平台，也是首个完全按照中国民航适航要求研制的大型无人运输机。TP500的设计目标主要是满足大陆内陆以海岛以及东南亚以中东、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货运无人运输机市场的需求。后续它可以改装成执行遥感测绘、人工影响天气工程、通讯保障、应急救援等任务。那么这款无人机它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 TP500无人运输机它是一款低成本的无人平台。你们看它的外形设计方方正正，而不像一般的无人机是采用圆形的或者椭圆形的机身，它设计的是矩形截面的机身。那么这样的机身打开之后，里面方方正正，可以便于货物的装载。而它的机翼、尾翼，特别是水平尾翼，采取的都是最简单的工艺设计，也就是选择了矩形翼的设计，每一个截面都是一样的。因此这样的机翼，它的工艺相当简单，设计制造成本比较低。当然矩形翼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的翼跟载荷相对比较大，由此呢就限制了它的翼展的扩大。但是没有关系，只要它的翼载荷相对合理，那么它仍然能够成为一款非常优秀的无人驾驶运输机。那么矩形翼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翼尖的诱导阻力比较大。如果你仔细观察一下的话，就可以发现它在翼尖上做了一定的减阻修行。整个 TP500是由一台活塞式发动机提供动力。我们知道活塞式发动机它的油耗比较低，因此运营成本也就可以相应降低。再加上该机采用下单翼设计和全复合材料制造，整个机体的结构重量相对比较轻，从而呢可以搭载更多的货物。我们还注意到中国航空工业报道称，这款大型的无人运输机是由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院以某个主要以生产碳纤维复合材料为主的民营企业联合开发生产的。可以说这是主机厂或者是主要的飞机设计机构以民营企业联合开发无人驾驶平台的一个有益尝试。在该设计机构的周边地区有很多的民营企业，他们都可以为我们的国营航空工厂提供大量的生产和零部件供应支撑。国企和民企的联合有助于降低产品的成本，而采用全复合材料，特别是碳纤维复合材料来制造这款大型的无人运输机，又有助于降低它的结构重量。可以说这款大型的无人运输机具有强度大、重量轻、航程远、载重系数高等优点。那么这款无人驾驶的运输机在成熟之后，除了能够民用以外，能不能军用呢？这个应该说是肯定的。如果中国军队对此感兴趣，用它作为边防哨所、海岛运输补给物资和弹药的一个平台，可以说还是相当好的。它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整个军队的后勤保障效率，特别是高原海岛的保障效率。由国企和民企联合开发的 TP500无人驾驶运输飞机，具有生产成本低、
运营成本低等相应的优势，未来必将会大大的改变整个中国物流体系，同时呢，还能为解放军的后勤保障做出重要的贡献。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